用音乐叫醒您的耳朵，欢迎收听8月21日星期三的悦动首尔。大家好，我是 NCT Dream 的成员黄仁俊。最近很多学校呢都在陆续的开学了，开学之后呢不能再睡懒觉，还要做很多的功课，怎么办呢？不过不是有这样的话吗？ 피할 수 없으면 즐겨라， 躲不开的话就享受吧。开学也有很多的好处呢，可以看到久违的同学呀，还可以以开学的名义来买很多的新的学习用品，还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太失望。希望所有学生朋友们都能在新的学期里学有所成。人弟为你们加油。开场呢就为你们带来一首歌，来自 UMI 的 High School。欢迎大家走进8月21日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曲呢，为您带来了 UMI 的 High School。 开场我们聊到了新学期的开学嘛，也让我想起我开学的时候，当时每次到开学前10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期待啊，开学可以见到朋友们了。但当到倒数5天的时候，倒计时5天的时候，就非常后悔当时的期待，就想一直休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已经开始了我自己的歌手生涯，不过呢还是非常想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希望所有还在校园的朋友们都能好好珍惜美好的校园时光。大家有什么想对老师和同学们说的话或者是祝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那么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 悦动 @gmail.com， 或者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进行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101.3，或者下载 TBS 手机 APP 软件进行收听。如果您在国外无法使用以上的方式来收听的话，你也可以进入 TBS 官方网站 tbs.seoul.kr 点击 EFM 进行收听，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Live Streaming 来收听。想听往期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可以下载 팟빵 APP 搜索 악동 서울， 或者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悦动首尔，就能听到往期的节目了。下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We are dreamer， 有梦想的朋友请到悦动首尔来。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打卡悦动首尔的各位都是追逐梦想的人，每天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发送给我们到井号1013，或者 TBS EFM 悦动 @gmail.com， 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进行交流。打卡的时候呢，请大家告诉我们你是来自哪里的，今年几岁，梦想是什么等等。我们会在这里一起为大家加油打气，希望悦动首尔呢能够成为支持大家梦想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哦。下面就来看一下哪几位听众朋友们打卡我们悦动首尔了呢？首先第一位朋友说，俊俊你好呀，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卢运荣。我今年10月刚满19岁，下半年开学就是上大一了。我的专业是泰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游。还有任俊，你真的很棒，辛苦了。首先导游，哇，我呢非常希望你可以真正成为导游，因为我的10年后的梦想是全球旅游嘛。所以呢，希望到时候呢可以你来为我导游，就是我去泰国的时候，你可以为我导游，或是别的地方都可以。希望我们两个到时候可以见一面。好的，下位朋友说，任弟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成都的蕾蕾。今年是一名高2的学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中文老师。我想把汉字的多彩传播到世界各地。我希望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和学习。任俊加油。
谢谢你的加油然后呢首先你很棒，因为想把中文汉字传播到就是世界各地嘛，因为汉字呢其实真的是很有趣但是也挺难的，我自己认为，但是能把这样的东西传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汉字的话是非常好的希望你可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中文老师，加油。下一位朋友的手机尾号为7109，他说안녕하세요 런디, 저는 수능이 90일도 안 남은 고3 시즌이 연서예요. 여러가지 스트레스 때문에 힘든 요즘 런쥔 라디오 듣고 항상 힘이 나요. 그리고 꿈을 포기하지 않게 해줘서 항상 고마워요. 런디가 말한 것처럼 제 꿈을 향해 항상 달려나갈게요. 런디도 화이팅! 일단 90일도 안 남았는데 수능이 정말 너무 힘든 시기일 것 같은데 저희가 힘이 된다니 정말 너무너무 행복하고 더 열심히 하겠습니다. 그리고 또 수능 떨리지 말고 하던 대로 그냥 편하게 봤으면 좋겠네요. 这位朋友他说他的高考呢连90天都不到了，然后呢他说最近呢有好多的压力呢，但是因为听了我们的悦动首尔，然后呢就是平时一直有力气有动力来学习，然后呢还有就说因为我对他们说，我对你们说的不要放弃梦想，所以很谢谢我首先然后我说感谢他感谢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动力，然后呢也祝他可以考一个好的成绩。下一位朋友的那个手机尾号为4608，他说런디 저는 17살 고등학생이에요. 제 꿈은 중국 무역회사에서 일하는 거라서 매일 악동서울 들으며 중국어 공부를 하고 있어요. 제 중국 이름이 시종이에요. 런디의 응원 한마디 부탁해도 될까요? 그럼요, 당연히 해야죠. 제가 여기서 응원을 해드리려고 제가 이렇게 DJ를 하고 있잖아요. 항상 힘내고 자기의 꿈을 향해서 달려갈 수 있도록 저희가 응원하겠습니다. 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好的，在正式进入栏目之前呢，送上一首歌曲，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乐有不同，同样的话题，不一样的音乐，欢迎走进周三的固定栏目乐有不同。生活在多元时代的我们，会遇到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我们虽然有着不同时光的记忆，但还是会在彼此的身上找到共鸣。乐有不同，希望通过介绍不同时代的音乐，加深于对彼此的了解。首先欢迎我们的栏目嘉宾，音乐和文化博主兰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兰。听说兰兰这周末旅行了是吗？去哪儿了呀？对呀，我去了一趟釜山。釜山行哦，釜山行，突然觉得好可怕。其实因为是正好这个上周是这个韩国的公休日嘛，是的，对，所以说就是趁休息的这几天去了一趟釜山。有没有就是去那个海边啊？对，刚才我们在聊啊，对呀，去了，但是你知道吗？人实在是太多了，是吧？而且我发现釜山比这边还要热，哇，特别特别的热，是吗？哇，反正我太羡慕了，因为我也很想去旅行的，真的。哦，对，但其实你这个到处去演出啊什么的，对，也是可以去这个 各国各个地方，可能但可能心情不一样啊。我是怎么说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各国的酒店。哦，
结束了，也不错。酒店和公演场和粉丝们的热情，对对对，也不错，已经很幸福了。对，言归正传，我们本周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主题啊，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因为今天这个主题非常浪漫的。浪漫，好，因为年轻人都比较喜欢浪漫的主题嘛。这个主题呢叫做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哇，是跟这个表白告白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主题呢？首先啊，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夏季其实是这个我们爱情成熟的这个季节，非常有这样的规定吗？我自己这个定义的哈。因为觉得夏天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浪漫的，所以说呢，今天也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浪漫的主题啊，希望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去一丝丝的凉爽。好的，这不是狗粮是吗？ OK， 时代的不同呢，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同年龄段有那个时候独特的表白经历嘛。对，比如在通讯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情书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对，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朋友会觉得情书啊，感觉好像是老掉牙的东西了啊。那不一定，我感觉最近情书也还好，就是但是现在很少用这个笔啊纸来写了，是吧？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最流行的就是写情书啊，尤其是这个在上课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替很多朋友，我没有收到过情书，好可惜，但我替很多朋友传递过情书。然后当时就是如果说中间被老师这个抓包了的话，他会不会读出来啊？不会的，他不会读的，对，但是会非常久啊。总是感觉在看那部电影《夏洛特烦恼》对就让好好玩啊，感觉是啊。那个时候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还是觉得挺浪漫的。就情书真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方式，告白的方式。对，那兰兰还记得当时有哪些比较流行的表白的用语吗？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的其实就是琼瑶阿姨啦。什么？琼瑶好像不认识啊。琼瑶是应该是80后非常熟悉的这个言情小说的作者。对，然后琼瑶她写过很多这个小说，当时她写的那些言情小说里面的那些这个经典语句啊，都被我们用过。我觉得最经典就像说什么你美丽你大方，什么你善解人意啊，就这种这种。但我觉得这个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但下一句你肯定知道，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段我觉得你肯定听过吧？是的，听过，是吧？这个应该是当时在这个《神雕侠侣》当中也出现过。哇，这种土味情话听起来虽然有点肉麻，但是还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已经起来了，是吧？很肉麻。好了，那么到下面就要我们推荐歌曲的时间了。兰兰今天要为我们推荐的80后告白的情歌是哪一首呢？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他的这个表白方式只有这个任迪能做出来。这个因为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写一首歌》写一首歌是由顺子演唱的一首歌曲。顺子是一位有着东方的面孔，但是却唱着西方灵魂的女歌手。对，顺子她其实70后的一位女歌手，但她因为从小在西方长大，所以说她的很多音乐风格就是带有一些西方的 R&B 的那种风格，很有魅力的，所以非常好听。那还不如您介绍一下，简单介绍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刚才我说中文名字叫写一首歌嘛，是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pril 5th 1969。这个是一个日期1969年的4月5号，其实呢是她的男友的生日。这么浪漫啊。对，所以她是写给她自己男友的一首歌曲。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顺子的写一首歌。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顺子的写一首歌。刚刚我听歌的时候也在跟兰兰聊，说这首歌真的没有就是感觉是一首老歌，就很适合
反正我收藏了。太好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非常浪漫的一个主题。刚刚我们也有聊到说情书是告白，最近好像也很少有人就是写情书了。对啊，最近都比较是通过短信啊或者是就是社交的网站来告白啊这样的。那通过这样方式来告白的人是不是比较多呢最近？对啊，我觉得就像以前我们说这个很多东西都很慢啊，车马邮件都非常慢，表白也很慢。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的这个通讯方式非常的发达嘛，所以说一个文字啊，还有这个一个短信啊，或者是这个一个微博就可以，对，马上就可以表白了嘛。但是现在就感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简洁了，但是感觉以前那样的话更有灵魂的感觉。真的吗？其实我听说最近啊，好像除了这个短信，还有这个画画，就是画那种简字画，然后呢这个对，就是表白。我不知道人迪有没有听说过呢？我好像有听说过。我知道你画画特别好嘛，是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起要开始学画画了。我觉得现在想表白啊都要学画画的。太浪漫了，但这个其实画画不容易的，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像我这种人肯定就不适合了。好的好的。所以呢我在想这个刚才我推荐的那首写一首歌，接下来人迪要推荐的是不是像这个画画这样就非常浪漫而且很简洁的歌曲呢？我00后想要推荐的歌曲呢是 NCT Dream 的我们的歌曲마지막 첫사랑最后的初恋。对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推荐过这首歌，表现了就是少年的告白嘛。这首歌呢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非常适合，就是怎么说，就特别的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很回到初恋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就起的就是特别的好。其实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但是我刚才在听你说这个歌名叫做마지막 첫사랑是吧？他说是初恋，同时又是最后一段恋情。是的，就说明是唯一的爱情，唯一的爱情。我觉得好浪漫，光听这个歌名就已经被打动了。这首歌的旋律也非常的好听的，真的。是吗？是的，我感觉好好奇啊，特别的想听。OK， 那我来就是正好也可以就是来推荐一下我的喜欢的一段就歌词嘛，我来。我觉得你也可以唱出来。不管我身在何处，永远都记住是最后相爱那一幕，就这一辈子都要心无旁骛，你就是唯一我最后的初恋。哇，여러분들 혹시 제 귀를 사실 분 계시나요? 紧张，这我这么近距离的听到了人迪，虽然不是为我唱的，但是呢还是非常的兴奋的，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刚才唱那一段是你的这个 part 吗？还是说这是all part？我们所有人的 part 是吗？对的。这段感觉好，非常的好听啊。当然了，因为这首歌我们当出来的时候，我们粉丝和我们也都非常喜欢的，对。那还不如让我们来马上听一下我推荐的这首歌曲和兰兰我就先听我这首歌曲吧。那我们来一起听 NCT Dream 的마지막 첫사랑最后的初恋。我们第二部继续来聊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们第二部见。欢迎收听悦动首尔第二部的节目。第二部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乐有不同。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在开始之前先读两条留言。前两条呢是在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留的言，昵称为Sagittarius 的朋友说，我单身了16年16年不好意思，在这不能笑，我们不能笑不能笑
但是我估计第二条应该会笑出来。第二条洋洋他说洋洋旭的朋友他说16年不算什么的，我20年了还估计得单身10年。没关系，有人弟陪着你们。这个不知道是哭笑不得真的是笑好还是不笑好呢？16年没关系啊，因为人生本来就自己活到底的。哇，没事没事，不算啥。明年出来了，不一定啥时候就突然脱单了呢。对，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在前面等着你们，所以不要灰心。那下一位朋友就有兰兰纬度。手机尾号为3370的这位朋友啊，他说저도 아날로그 감성을 좋아해서 손편지를 쓰는 걸 좋아하는데 손으로 직접 쓸 때 담기는 분위기와 정성이 있는 것 같아요. 무엇보다 손에 담기는 추억이라 너무 좋아요. 这位朋友跟我好像就是特别的就是相似，我特别喜欢就是手写信的这样的感觉，尤其是他在最后他说他特别喜欢可以触摸到这封信的这首的那种感觉，是吧？纸张的感觉啊。我刚刚也有说嘛，说写信要更浪漫一些。对，我觉得人弟你应该是这个站在我们这边，可能我的灵魂是80后。有可能。好了，到这里就是大家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在开始之前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人D，您正在收听的是乐有不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们刚刚聊到了最近的简笔画表白和之前的情书表白，相信让很多人回忆起了大家的表白瞬间。对啊，尤其是感觉听了那些歌曲啊，就会觉得我这个沉睡已久的这个恋爱细胞好像都苏醒了。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他说这个单身了16年的朋友啊，他可能也是好像16年，还有之后的20年，对，加上10年30年。对，没关系，有我们的陪伴。最近我也听说过有就是一串数字，就是以这种形式来表白的。我在想这个上一期你还记得吗？你考了一下我，你考我说那个 C 位是什么意思，然后把我给考住了，把我难住了。所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比较难的一些考题啊。是的，我简单看一下我都不懂。对啊，你可以猜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猜一下哈。这个3155530是什么意思？3155530。5秒钟好吗？1秒，你给我10秒，你给我一辈子我都猜不出来。肯定猜不出来，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段。这是啥呀？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串数字它是来自一首歌曲，叫做《数字恋爱》。数字恋爱那首歌曲呢是98年的一首老歌啊。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传呼机时代。你也听过传呼机吧？我们的这个说 BP 机。BP 机就是那个韩语我们叫 BB 啊，我知道。对，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别在这个腰间嘛，对，然后这个还需要有一部电话，没有电话你就要去这个公共电话亭，然后找电话，就是显示电话号码是吧？对，你是要这个打到这个寻呼台，然后呢要呼某一个人，然后呢你在给他发这个讯息的时候，因为在中文这个传呼机这个出世之前啊，我们当时出来的是数字这个传呼机，所以所有的这个传呼机都是用数字来发这个信息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暗号式的这样的数字。有点期待啊。所以刚才这一串3155530啊，其实就是这首歌曲里面说的都是我想你了。这个是有关系的吗？这要记住啊，这要背诵下来的。好吧，其实我只知道520啊，520实在太简单了，1314520啊，对，这样的实在是太简单了。以前的那些数字还是比较复杂的。感觉这些数字表白啊，都像是一串暗号一样。对，是不是还挺浪漫的？对啊，就感觉只属于2个人的暗号。对呀，非常浪漫。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浪漫的。对啊，友情以上，恋人未满。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
朋友可以再主动一点点，或许一份爱情就到大家身边了。好的，下面就该介绍音乐歌曲的时候了。下面兰兰要为我们介绍的歌曲是什么呢？歌曲呢就是跟刚才我们说这个数字语音有关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非常有难度，你肯定猜不出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17171771，是由这个차오림带来的一首韩语歌曲。17171771，哇，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你给我2辈子我都想不出来。你肯定想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数字啊非常非常就是很特别，你要把它倒着看，就是调转180度。对，倒着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串英文数字。它其实呢表达的是 I love you， 只不过呢是 love 呢它是用缩写的 LUV。你要仔仔细细的看，我们听众朋友也要仔细的看，这样下回用笔来这个写下来。哇，这个比较神奇啊。对啊，这首歌曲其实就是차오림嘛，他的主唱也是 Kim Yuna 嘛，他为自己当时就是还没有结婚，应该是他的男友了，现在他的丈夫啊写的一首歌曲。那为我们其实它表达的就是对啊，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就是 I love you 嘛，也是一首非常非常适合表白的一首歌曲。它其实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因为它是2004年的一首歌曲。那它这个组合呢是怎样的？차오림它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韩国的组合，也是女生为主唱，对，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一下她的这个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啊。那轮到我来推荐了。好，我要推荐的歌曲就是볼빨간 사춘기的 Some 탈 거야。这一听就是关于 Some 的歌曲嘛，是发行于2017年的歌曲，歌词也表现了就是勇敢追求爱情的女生的心理，然后配上主唱清澈的声音就更好听了。要不然对 Some 嘛，就很好奇，太流行的一个主题了。对，我也非常好奇刚刚兰兰推荐的歌曲，要不然我们来直接听一下吧。好，下面就来听兰兰推荐的关于数字恋爱的歌曲차오림的17171771，还有我来推荐的歌曲关于 Some 的歌曲是볼빨간 사춘기的 Some 탈 거야。刚刚听到的2首歌曲呢是 차오림的17171771和 볼빨간 사춘기的 Some 탈 거야。 2首歌曲都非常好听啊。Some 这个词语，对啊，我觉得是最近好像应该不算是最近了，应该是最近几年一直都非常流行的一个主题，是不是？但是其实我对 Some， 我不知道这个 Some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它的由来，这个词的来源是there is something between them， 意思就是2个人之间有点什么事情。就是比较暧昧的一种关系，是吧？是的。我觉得这种关系，这一个就是在暧昧这个时期啊，应该是最让人心动也很不安的，是吧？完了，一激动感觉东北话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像是我回归的心情，我也不知道。OK， 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就是问兰兰，你是不是因为刚才我考你把你考住了？是的，我想来反击一下。你知道룸곡是什么意思吗？韩国的룸곡，你觉得我能知道吗？ OK， 我来简单说明一下。룸곡你写下来，然后把它倒过来看，就是눈물的意思。你这是刚才你是在使用刚才这个利用刚才我给你这个发这个17171771的这个方法好不好？这就是我的反击嘛。好，算你赢了。最近的年轻人呢，好像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比较直接而且幽默的方式。哎，对，真的是，而且呢，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吸引住对方的这个注意力呀。是的。其实呢，我还真的找了几段这个我们中国年轻人啊，一些这个告白语录，要不要听一下？要不要听啊？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还有点不想听，不听时间还不行，你说必须得听。对呀，你一定要听啊！听嘛，那就这个是写在微博上的一条，他说 at， 然后有可能是人D，有可能是其他人啊。他说从今以后
只能称呼你为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我心上。哇，这个怎么样？在我肉麻之前，我先就是有点感动到，是吧？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有创意啊？太创意，太聪明了，这个。对呀，哇，还有一段，这只有中文可以做到的。对，这个真的是中文，这翻译不过来的。这个比较棒。还有一段哈，这个可能有一点点。OK， 这样，我们俩来一段哈。好的。我问你，你喜欢猫还是狗呢？人迪，我喜欢兔子。哎，你这样的接不下去好不好？ OK， 我喜欢狗是吗？旺旺。好冷啊！你说你是对呀，我是想表达我是狗，我是小狗嘛。我不想再停留在这个时间了，先留70、80后呢，在表达爱情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比较含蓄嘛，而且会有一些诗意的感觉，非常诗情画意。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拿手的。刚才那个其实我真的是装不下去了。听一下这一段啊，他说：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15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哇，这样是不是非常感人？这个起鸡皮疙瘩可以说成两种，一种是真的是那种肉麻，是吗？真的是感动到了。就这个就是我比较感动。对，尤其是最后一句，他说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啊。哇，是吧？真的太浪漫了，这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刚才那个单身16年的那位朋友，还有20年的可以用一下。还有下辈子的，怕啥呀？我们等你，我任俊等你，行吗？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首要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我应该算是我私房歌单里面的一首歌曲，非常喜欢的歌曲，名字叫做누구보다 널 사랑해，是由비주演唱的一首歌曲。비주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呢？비주其实呢就是来自这两个这个组合里面的这个两个成员최 다비还有주민，他们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然后组成了 비주这个名字啊。同时它也在法语中呢是有宝石的意思，它可能是也是双关语啦。好的，那我来推荐一下我想推荐的歌曲吧。好啊，我推荐歌曲就是月华妻子 Next 的的歌曲在一起。这首歌曲是他们在去年为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的演唱的 OST。就像歌曲的名字一样，比较我觉得比起我爱你更浪漫的3个字就是在一起嘛。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呀。然后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月华妻子 Next 是去年从一个偶像选秀节目当中选出的7位成员组成的组合。兰兰认识他们吗？我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期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个就是偶像这个选秀节目。是的。那这个组合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 Justin 的，他好像也参加过韩国的选秀。是吗？好的，那我们还不如直接来听一下这首歌呢。好啊。在听歌的同时呢，如果大家有想告白的好段子就告白的好段子可以发送给我们，一起来听兰兰推荐的비주的누구보다 널 사랑해和我推荐的月华妻子 Next 的歌曲在一起，一起来听吧。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비주的누구보다 널 사랑해和月华妻子的在一起。这两首歌真的都非常的好听。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我先念一则哈，他是就是爱吃茶蛋这位听众朋友发这个短信过来说，任俊可以看见我吗？猜一猜7451920这什么意思？刚才我们在这个下面OK 别猜了，你就直接说吧。其实猜不动了。我要就爱你，我觉得这位朋友是想说其实我就要爱你。可能他就是也许就是我们两个或可能是我俩都不知道。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表白，跟这个我们人体表白嘛。OK 到这里呢就是以上的留言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告白的内容，不知道有没有
呼唤醒大家的恋爱细胞呢？哇！如果您身边有一个那么让你有一点心动的人，不要犹豫，勇敢的向他告白吧，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嘉宾兰兰。好的，我们下周见。下周见，拜拜。到这里呢，今天的悦动首尔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9点还是由我人D依然在这里等你哦。最后呢，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 Bruno Mars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